接下来介绍的是玻璃层板灯。那玻璃层板灯的类型这里是分成两种，一种是卡夹式的另外一种是一体式的。那目前卡夹式的玻璃层板灯是有2款的，一体式的话也是有2款。那我们先来看卡夹式的第一款玻璃层板灯。无亮点玻璃层板灯这是一款上市比较早的一款灯了，它是常亮非感应的，色温是3000K， 暖光铝材是灰色的，灯罩是 PC 材质，功率是5瓦每米，尺寸限制是200到1.2米之间，灯线长度是1.5米的，应用在厚度为8mm的玻璃层板，不建议跟我们的轻波组合搭配使用的至于为什么了解一下它的安装工艺跟安装位置。它安装在我们玻璃层板的后面，然后我们的玻璃层板会前缩一个12mm， 通过这个灯罩卡夹我们的玻璃层板，灯在我们这个铝材的前面这个位置。然后当亮的时候，灯光就会透过我们的玻璃如果说它搭配的是轻波，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种情况，这个灯是会绿绿的所以说是不建议大家去跟轻波组合搭配的。然后走线方式，在现场我们师傅开个孔，在背板开个孔，然后从背板后面再去走线的下单方式在我们软件组件里面去调用。然后下面是另外一款卡夹式的玻璃层板灯，也是最近上市的一款8mm 上下玻璃层板灯跟我们上面那款玻璃灯是有点区别的首先看一下这个图它卡夹我们玻璃的位置它是铝材来的，我们上面这一款的话是灯罩来的，然后灯在我们的铝材后面这样的话就会实现一个上下发光的一个效果然后正因为这个铝材的阻挡，灯光就不会透过我们的玻璃当搭配轻波的时候它也不会出现发绿的这种情况然后铝材的话是银河灰的尺寸限制300到3米之间，任意裁剪的它是一款插拔式灯来的它出现堵头跟我们灯是分开的，而这一款的话是焊死在一起的，它不能拆分然后安装工艺的话，这里前说是15mm 的跟我们上一款有点区别，其他的话是跟我们上一款是没多大区别的。下面是一体式的玻璃层板灯一体式的话就是玻璃跟灯是一体的。我们先来看这一款飞标铝框玻璃层板灯它是一款常亮非感应灯，色温是3000K 的暖光铝框颜色只有2种，亚黑跟古铜金玻璃颜色只有1种钢化轻玻璃这个东西是外协产品来的，所以说它不接受任何的一个备注改动功率5瓦每米尺寸限制，深度的话是250到600，宽度的话是300到1米。灯线长度是1.5米灯带的位置就在我们这个前铝框的背面下单方式在我们软件组件里面去调用这里还有一个参数，这个厚度是25mm 的。然后下面是另外一款一体式的玻璃层板灯叫35mm 铝框玻璃层板灯这款灯跟我们上面的飞标铝框玻璃层板灯是差不多的就是有一点参数不一样。第一个参数就是厚度不一样这个是35mm 的，然后铝框的颜色不一样它只有1种，咖啡金，功率不一样8瓦每米，然后下单方式不一样。目前23柜它是没有这款灯提供给我们去调用的下单的时候只能通过我们场景文字备注这样下单，或者说我们去调用25mm 的那个飞标铝框玻璃层板灯，然后备注来替换成35mm 厚的，那要去注意它的一个颜色它只有1种咖啡金，备注清楚。接下来是我们的侧板灯应用在我们侧板的灯带就有2款。第一款是插拔式的斜发光侧板灯它是一款常亮非感应灯色温是3000K 的暖光铝材是灰色的灯罩也是 PC 材料，功率是5瓦每米，尺寸100到3米之间它也是一个插拔式的，也是可以任意裁剪，灯线长度的话是2米应用范围目前的话软件只开放在我们柜底的侧板如果说大家想应用在层板里面的话，可能需要大家去跟研发这边提出这个需求，让研发开放在我们这个层板里面安装工艺它是一款嵌入式灯来的板件需要开槽的，然后灯带嵌入式安装然后建议斜发光面是朝柜内的，然后它的一个斜发光角度大概就是22度下面是另外一款侧板灯 RGB 灯条它是一款常亮非感应灯色温是可变色温的，也是唯一一款可以由面板开关去控制我们灯带的颜色的它灯带颜色是由3种基础的颜色去组合搭配的阿鲁是代表红色，G 是代表绿色，B 的话就代表蓝色，就是由这3种基础颜色这样去组合搭配的铝材是奔驰灰灯罩是 PC 材质，功率是10瓦每米当我们软件去调用的时候，它会有功率显示在我们的参数里面的，尺寸限制是300到3米之间也是可以任意裁剪的，灯线长度是1.5米目前软件里面是有侧板的 RGB 灯条，还有层板的 RGB 灯条给我们去调用的，那我们去调用相对应的灯带就 OK 了。安装工艺，它也是一款嵌入式灯板件也要开槽的灯带嵌入式安装。使用限制，它需要跟我们的 RGB 电源套装跟面板去搭配使用的下面也去跟大家去简单的去介绍一下这2个配件接着我们介绍一下跟我们 RGB 灯条搭配的2个配件，一个是面板开关一个是电源套装。那我们先来看这个面板开关。面板开关在我们软件里面它是有2个款式给我们去选的，一个是灯条开关，一个是背板开关其实这2款都是同一个配件来的唯一区别就是里面的参数灯条开关对应的就是灯条数量还有灯条的总功率，背板对应的就是背板数量还有背板的总功率。那我们输入对应的数量还有功率，软件就会帮我们匹配出合理的一个电源套装出来了。
也就是说，这个面板开关它是包含了开关还有电源套装的啊，电源套装是不用额外再去标配的啊。它的尺寸规格86×86×20啊，然后它只适配于一个 RGB 灯条，还有 RGB 背板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详细的一些参数，可以去公众号里面去查啊，这里就不再细讲了。然后下面的是电源套装啊，电源套装的话，它是有2个款式的，一个是60瓦的，还有一个是100瓦的。然后下面这个是电源的外形尺寸，还有控制器的外形尺寸啊，大家了解一下。那我们主要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组成啊。60瓦的套装，它是由一个60瓦的电源加一个控制器加一个4口分线盒这样去组成的。那100瓦的套装电源是100瓦的加一个控制器，再2个4口分线盒这样去组成的。那也就是说60瓦的一个套装啊，它最多能接2块背板，因为我们1块背板是2条灯的啊。如果说换算灯的话，它就可以接4条灯。那100瓦的套装呢，它是有2个4口分线盒啊，它最多是可以接4块背板，8条灯啊，8条灯。那这里要去注意一个点，就是它的单个分线盒最大功率是50瓦的啊，也就是说60瓦的套装的最大功率也是50瓦而已啊。那回到这里来啊，回到这里来，当我们这一个功率是55瓦的情况下啊，这里软件给我们匹配的是60瓦的一个电源套装，那这里就可能有点问题了啊，因为我们60瓦的套装的话，最大功率也是50瓦嘛，那这里就是有点问题了。那我们可以遇到这种情况啊，可以把这一个电源这个功率设为61啊，比这60瓦要大，然后这里会变成0，这里会变成1了啊，这里要去注意一下这个点的啊。然后同样的100瓦也是一样的这种情况啊，就是它这个分线盒啊的一个总功率是不能超过50瓦的啊。